经过前面懒人包和各国跟踪骚扰的犯罪状况的影片，大家有一个概念了。那我们就进入跟踪骚扰防治法的逐条说明。跟踪骚扰防治法全文23条是一个被归类在警察人员使用的法律，在立法里有大量引用国外的案例，造成身心的影响，引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以下称为 CEDAW 的一般性建议，与大量的司法院大法官解释令的说明，立法的考量公平与正义的要件。第1条，参照司法院解释字第689号解释，明定本法立法的目的在保护个人之行动自由，免于身心伤害之身体权，各样场域中得合理期待不受到侵扰之自由与个人资料自主权，免于受到跟踪骚扰行为之过度冒犯或侵扰，并且维护个人人格尊严。跟踪骚扰行为被害人心生恐惧，长期处于感受敌意或冒犯之状态，除造成心理压力，也会影响生活方式或社会活动，侵害个人行动意志决定自由。为保障民众权益并利于遵循社会上常见的跟踪骚扰行为样态统一规范，并且参考先进国家如美国、英国、欧盟及日本等立法范例，将该行为犯罪化。第2条，本法第2条规范不同的主管机关应负责何种的责任与工作，主管机关会以行政命令要求辖下单位配合。例如以医院为例，可能会长出新的工作，例如人力资源部门与职安室，要留意员工被害人的就业安全，职场防治的教育，提供或转介当事人身心治疗或者咨商等相关事宜。医务部门的身心科可能要面对跟踪骚扰被害人的身心治疗、咨商及提供经法院命令完成相对人的治疗性处遇计划等事宜。医院的社福部门对跟踪骚扰被害人提供相关县市政府的保护扶助方案，配合推动跟踪骚扰防治措施宣导等相关事宜。第3条，本法所称反复或持续，不是偶然一次。参考国外的法治实务，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断，持续反复的要件，重点不在于行为人是否表现出不尊重被害人不愿意的意愿，或是被害人的想法采取漠视而无所谓的心态。
简单来说，已经跟你说不要再跟了，你还一直尾随，这样子就不行。奥地利刑法认为，应从时间限度及长时间的骚扰结合量的限度及次数或频繁度整体做评价。日本则认为，所谓的反复是指次数重复为之，以时间上接近性为必要，并且就个案个别的具体案件作为判断。本法条适用非指全数的条款要件皆需成立，仅需要反复或持续从事第一项各款之行为之一或者是多项，即适用本条。本法所称的性与性别相关，一、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CEDAW 第28号一般性建议。性是指男性与女性生理上的差异，性别是指社会意义上的身份，归属于妇女或男性的作用，以及社会对生理差异所赋予的社会文化含义。其次 ，CEDAW 第19号及35号一般性建议，基于性别的暴力，针对于女性而施加暴力或不成比例的影响女性，包含身体、心理或性的伤害、痛苦、施加威胁、压制或剥夺其行动的自由，及系将女性在地位上从属于男性及其成规定型角色加以固化的根本性社会、政治、经济手段。随着法治化的发展，性别主流化因普及及性别意识提升 ，CEDAW 保护的范围已经不限制生理上的女性，而是扩及各种性别及性取向者。至于卫部之判断标准，应以被害人明显感受到不安、恐惧，并逾越社会通念所容忍之界限。各款所定跟踪骚扰行为，包括运用口语、文字、符号、肢体动作、表情，或者是电子科技方式等，足以表露行为人的意识行为。于序文整合规定施行跟踪骚扰之行为的各种方法。为了明确规范本法所预防限制跟踪骚扰行为，并且使民众清楚知悉或具体认知可罚行为的内容，将跟踪骚扰之类型分款规定以之明确。第2款规定接近特定人住所、居所、学校、工作场所经常出入或者是活动场所之行为态样，包含行为人受退去之要求，仍滞留在该场域者。例如，你为了要追求护理师，每天都出现在医院，请你离开，你不愿意离开，仍然滞留在医院当中，这样子就不行。第4款所称的干扰，包含拨打无声的电话或发送内容空白之传真或电子讯息，或经拒绝后仍继续拨打电话、传真、传送电子讯息等。第5款所称其他追求行为，系指对于特定人展现基于恋爱、憧憬、好感或对其他性相关意图等情感情所表达之行为。在实务上常见的行为人追求特定人，对于特定人之配偶、直系血亲、同居的亲属或特定人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之人，实施违反其意愿而与性或性别无关之跟踪骚扰行为。为了避免产生规范的缺漏，订定为第2项规定。另外，参考日本及德国立法的范例，将与该特定人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之人纳入保护，包含家庭、职场、学校或其他正常社交关系为基础，与该特定人处于稳定互动关系之人。也就是说，你
去打扰特定人的相关人，例如父母、手足、同住的人，虽然与本法中的性或性别无关，因为你只想要造成特定人的周遭的亲人不安，或使特定人跟你在一起，因此法律也保护其家人、同住人，一样适用上述的行为规范。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